对你越好的人，反而越有可能在克你。很多人一辈子运气越走越差，状态越来越糟，不是能力不够，也不是不够努力，是身边留错了人。你是不是也这样？判断一段关系好不好，就看对方记不记得纪念日，有没有送你礼物，吵架了谁先低头，你把这些细节当成爱的证明，以为找个对你好的人就能过好一辈子。但现实往往是，有的人对你体贴入微，你跟他在一起却越来越累，越来越自卑，连运气都跟着变差。为什么？因为对你好是最表层的表演，而忘不忘你是刻在能量场里的真相。你的身体，你的直觉，其实早就给了你答案，只是你被吃苦才算爱磨合，才叫关系的观念洗了脑。明明不舒服还硬撑。今天这支影片，我把整套忘了传人摄影法则全部拆解给你，从正向的隐藏特征到反向的致命雷区，还有2个超准的自测方法。不管是伴侣、朋友、同事，甚至是长辈，你全部可以对照进去。看完你马上就能找出身边那个真正能带你往上走的贵人，也能立刻远离那些偷偷消耗你、吸你能量的人。我跟你保证，只要你把这套标准记在心里，你往后的人际关系至少可以少走10年的弯路。先说最浅层、最容易观察到的2个特征，不用深入相处，见几次面就能判断。第一个，小孩跟小动物会不自觉地靠近他，你别觉得这很玄，这其实是最准的气场检测仪。小孩跟小动物没有社会化的伪装，他们对能量的敏感度比成年人高太多太多了。那种底色温柔、磁场干净的人，小朋友见到会笑，会主动要抱抱，路边的流浪猫狗也会凑过来蹭他的腿。反过来说，那种心理算计很多、负能量很重的人，小孩见了会哭，动物见了会躲。我身边就有个这样的朋友，长得不是特别亲切的类型，甚至有点严肃，话也不多。但不管是朋友的小孩，还是咖啡店的猫，看到他都会主动贴过去。后来相处久了才发现，这个人是真的底色干净，他不会因为对方地位高就巴结，也不会因为对方落魄就踩两脚。答应别人的事一定做到，不愿意的事也会直接说，从来不玩阴的。跟他待在一起，你永远不用费心防备，整个人会不自觉地放松下来。你们想想看，你身边有没有这种人？有的话赶紧记住，这种人天生就带着旺人的属性，跟他走得越近，你的状态会越顺。第二个，他走进一间店，原本冷冷清清的店，很快就会进客人。这个点，我知道很多人听了会觉得太扯了，但我自己观察过好多次，真的不是巧合。有一次跟一个朋友去巷子里找拉面店，我们进去的时候，整间店只有我们2个客人，老板都在后台休息。结果不到10分钟，店里瞬间坐满，门口还排起了队。后来好几次跟他出门都是这样，原本空荡荡的店，他一进去没多久就会有人进来，甚至我们排队买饮料，本来没什么人，排着排着后面就长龙了。后来我才想通，这其实就是一个人气场的外显。那种自身能量很足、运气很顺的人，他走到哪里就会把正向的流动带到哪里。人流就是能量流的一种，他自身的磁场是顺的，身边的环境自然就会跟着顺起来。你跟这种人在一起，潜移默化之下，你的运气也会被带着变顺。比如说，本来你找工作找了好久都没消息，跟他吃完一顿饭，隔天就收到面试通知。本来你卡在一件事上好久想不通，跟他聊个10分钟，瞬间就有灵感了。这不是什么魔法，是他的正向磁场拉高了你的状态，你的状态对了，事情自然就顺了。你们可以回想一下，身边有没有这种带财体质的朋友？有的话评论区可以跟我说一声，我看看有多少人身边有这种宝藏。第3个特征，在他身边，你的小愿望特别容易实现，就是你平常自己想什么，半天都没动静，但只要这个人在旁边，你随口说一句好想喝那家的手摇饮，过没多久
就会有同事刚好买来请客，你说好想放假出去玩，过2天公司就宣布补假，甚至你说好想认识某个领域的人，没多久他就刚好介绍朋友给你认识。不是这个人是许愿池，说什么都会实现，是因为他自身的能量状态很干净，很正向。当你在一个高能量的人身边时，你自己的振动频率也会被拉高，你发出去的愿望自然就更容易被宇宙接收到。说得更直白一点，当你整个人是放松的、喜悦的，你就更容易吸引来好的事情。而那个旺你的人，就是帮你维持在这个状态里的人。我之前看过一个心理学研究，说人的情绪是会传染的，你跟快乐的人待在一起，你变快乐的几率会提高 15%， 你跟悲观的人待在一起，你变消极的几率也会提高 20%。 这就是能量的传递。旺你的人就是不停把正向的能量传递给你，让你整个人都亮起来。反过来说，消耗你的人就是不停从你身上抽走能量，让你越来越暗淡。这也是为什么有的人你明明没跟他吵架，也没发生什么事，但跟他待一下午，你就觉得累到不行，像跑了全马一样，其实就是你的能量被他吸走了。第4个特征，跟他认识之后，你觉得人生好像变容易了。什么叫人生变容易？不是说他会帮你解决所有问题，帮你铺好所有路，而是本来你觉得很难的事，很卡的关，跟他认识之后，莫名其妙就顺利过去了。本来你对未来很焦虑，每天都慌慌张张，不知道该往哪走，跟他在一起之后，你心里突然就踏实了，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。本来你做什么都不顺，喝冷水都塞牙，跟他在一起之后，虽然也会遇到麻烦，但总是能逢凶化吉，很快就解决。我跟你说，这才是一段好的关系最核心的价值。很多人以为好的伴侣就是会把你照顾的生活不能自理，什么都帮你做好，根本不是。那种看似对你好，实则剥夺你成长能力的关系，到最后只会让你越来越依赖，越来越退缩。等到哪天他走了，你会直接摔进谷底，爬都爬不起来。真正旺你的人不会帮你扛事，他会唤醒你自己扛事的能力。他会让你觉得，原来我这么棒，原来我可以做到这么多事。他会鼓励你去尝试想做的事，会支持你去追自己的梦想，会在你失败的时候告诉你没关系，重来就好。他是你的后盾，不是你的拐杖。我身边就有一对情侣，女生本来是很没自信的人，做什么都畏畏缩缩，后来认识了现在的男朋友，对方从来不会打压她，永远都是鼓励她去试。几年下来，女生从普通职员做到了部门主管，整个人气质都变了，自信又发光，这才是真正的旺。不是他给了你多少钱，多少物质，是他让你看见了自己的可能性，让你变成了更好的人。第5个特征，接触他之后，你开始尝试很多从前不会做的事，就是你本来是个很宅的人，周末只会窝在家里看剧，连门都不想出。认识他之后，你开始愿意出去爬山，去露营，去尝试新的运动，去学新的技能。你本来对工作没什么热情，得过且过，混一天算一天。认识他之后，你开始想要认真拼事业，想要赚更多钱，想要变成更厉害的人。不是他逼你改变，是你自己不自觉就想要变好，因为他身上的生命力感染了你。旺你的人永远是带着你往上走的，他自己本身就在不断成长，不断变好，永远对生活保持热情。跟他在一起，你不会想要停下来，你会想要跟他并肩前行，成为和他一样好的人。反过来说，那种总是拉着你往下堕的人，总是跟你说努力没有用，得过且过就好，大家都是这样混的。不管他对你有多好，都一定要远离，因为他会把你拉到跟他一样的高度，然后一起烂在泥里。我一直觉得，判断一段关系好不好，就看一个标准：你跟这个人在一起之后，你是变得更有生命力了，还是变得越来越颓废了？
答案如果是前者，那这个人就是来旺你的；如果是后者，不管你有多舍不得，都赶快跑，及时止损，永远是最划算的选择。讲到这里，我想先停一下，跟大家厘清一个很多人都搞混的概念：爱你的人不一定旺你，旺你的人才是真的对你好。这两件事根本不是一回事。这世界上有太多的爱是带着消耗的，比如控制欲很强的爱，他对你很好，什么都帮你安排好，但他会剥夺你的选择权，会隔离你的朋友圈，会让你慢慢失去自我。比如情绪化的爱，他开心的时候对你百般宠爱，不开心的时候就对你冷暴力，让你每天都在猜他的心思，内耗到不行。比如自我感动式的爱，他付出了很多，但都是他自己想给的，从来不是你想要的，然后还要道德绑架你，说我都对你这么好了，你怎么还不满足？这种爱看起来很甜，实际上是毒。他爱你是真的，但他消耗你也是真的。而旺你的人，他的爱是很扎实的，他不会天天把我爱你挂在嘴边，也不会搞很多浪漫的把戏，但他会接纳你本来的样子，会看见你的闪光点，会给你足够的安全感，会让你放心做自己。爱是一种情绪，而旺是一种结果。情绪会变，会消失，会转移，但结果不会骗人。你跟这个人在一起，状态变好了，运气变顺了，人变得越来越自信了，这就是旺。其他的说的再动听都没用。讲完正向的浅层特征，接下来我要跟你讲一个最需要避开的雷区，就是反驳型人格的人。这种人绝对是能量吸血鬼里的顶级选手。我跟你说，只要你身边有这种人，不管他是你的谁，哪怕他其他条件再好，你都一定要跟他保持距离。什么是反驳型人格？不是说他有不同意见就是反驳型人格。正常的观点交流当然是可以的，甚至是有益的。反驳型人格的人是不管你说什么，他第一反应都是否定。你说什么，他都要先说一句不是啦，才没有，你错了，然后再讲他自己的一套。甚至很多时候他根本没在听你说什么，他就只是条件反射式的反驳，为了反驳而反驳。举个最常见的例子，你说今天天气好舒服哦，他马上接舒服什么啊？等一下就会热死了，真不知道有什么好开心的。你说这家餐厅东西好好吃，他马上说还好吧，我吃过更好吃的，这家很普通啊，你是不是没吃过好东西？你说我最近升职了，好开心，他马上泼冷水，升职有什么用？责任变重，薪水也没加多少，还不是累得要死，到时候身体搞坏了更不划算。你们看，就是这种感觉，不管你分享什么开心的事，他都能瞬间给你泼一盆冷水，让你瞬间兴致全无，连话都不想说了。为什么说这种人最消耗人？因为他每一次反驳都是在打压你的能量，都是在否定你的感受。一次两次还好，次数多了，你会开始怀疑自己，是不是我真的很无知？是不是我真的很容易满足？是不是我说什么都是错的？不知不觉间，你的自信就被他磨掉了，你的能量就被他一点一点吸走了。更可怕的是，很多这种人，他自己根本没意识到自己在反驳，他还会觉得我只是说实话啊，我只是比较直性子。你怎么这么玻璃心？千万不要被他 PUA 了。直性子不是没教养的借口，说实话也不是到处泼冷水的理由。真正成熟的人会懂得接纳别人的不同，会懂得欣赏别人的快乐，而不是靠否定别人来找自己的优越感。我跟你说，判断一个人是不是适合往来，其实超级简单，你就跟他聊半个小时的天，聊完之后，你是觉得很开心、很充实，还是觉得很累、很郁闷，甚至有点生气？如果是后者，那这个人100%是在消耗你。不管他说他有多爱你，有多在乎你，都没用。你的身体已经告诉你答案了，远离反驳型人格是你旺自己的第一步。好，讲完雷区，我们再回来讲深层的正向特征。
第6个，他想找你的时候会发出明确的邀约，而不是永远在画饼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他想约你吃饭，就会直接说礼拜6晚上有空吗？我知道一间不错的餐厅，一起去吃。而不是说有空一起吃饭啊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他想约你出去玩，就会把时间地点都安排好，问你意见，而不是永远都在说改天再说，下次一定。为什么说这种人是忘你的？因为这种人是真的把你放在心上，而且他有能力把事情落地。他不会让你猜，不会让你等，不会给你空头的期待。跟这种人相处，你永远不用患得患失，不用猜测他的心意，不用纠结他到底在不在乎你。这种确定感是非常非常养人的。我知道现在很多人都喜欢搞暧昧，喜欢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，进可攻退可守，看起来很聪明。但我跟你说，真正的贵人，不管是朋友还是伴侣，永远是真诚的。他不会跟你玩把戏，不会跟你搞推拉。他想见你就会直接说，他欣赏你就会直接表达，他答应你的事就一定会做到。跟这种人在一起，你不用花力气去猜测，去试探，去内耗，你省下来的力气就可以拿去做自己的事，拿去成长。这就是一种忘。很多人没有意识到情绪的稳定，关系的确定对一个人的影响有多大。当你不用每天在关系里患得患失的时候，你整个人的状态都会不一样，你做事会更专心，会更有底气，自然就更容易做出成绩。所以啊，遇到那种永远给你明确答复，永远说话算话的人，一定要好好珍惜。这种人无论是做朋友还是做伴侣，都会是你的贵人。第7个，跟他相处，你会常觉得亏欠，而不是常觉得吃亏。这个点我觉得超级准，几乎没有例外。什么叫常觉得亏欠？就是你会觉得他对我这么好，我好像还不够，我要对他更好一点。你会记得他对你的好，然后想要回报他，而不是总觉得他对我还不够好，他亏欠我，他应该要做得更多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忘你的人，他总是在给予，总是在付出，他不是刻意讨好你，是他本身就是这样的人。他习惯照顾身边的人，习惯为别人着想。跟他在一起，你永远会觉得自己收到的比付出的多，所以你会想要对他更好，想要给他更多。这是一种良性的循环。他对你好，你对他更好，他再对你更好，两个人都在付出，也都在收获。能量是流动的，是双向的。反过来说，如果一段关系里，你总是觉得自己吃亏了，总是觉得对方不够好，总是在算计谁付出的多，谁付出的少，那这段关系一定是消耗的。因为算计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内耗，而且当你总觉得自己吃亏的时候，你的心态就会变得很负面，你会不停抱怨，不停索取，到最后两个人都累。我一直觉得好的关系永远是两个人都觉得自己赚到了，而不是两个人都觉得自己亏了。当你在一个人面前总是觉得亏欠，总是想要变得更好来配得上他的时候，不用怀疑，这个人就是来忘你的，因为他让你变成了一个更懂得感恩，更愿意付出的人。而这样的你，自然也会吸引来更多好的事情。第8个，你不用费力证明自己，他就已经看见你了。我一直觉得，人这一辈子最奢侈的事，就是被人看见。什么叫被看见？不是你说了一大串自己的优点，自己的成就，他点点头说，哦，原来你这么厉害，是你什么都没说，他就看懂了你的难处，你的坚持，你的小心思。你说一句今天好累，别人会回你早点休息，但他会问你，是不是今天那个专案又出问题了？晚上带你去吃你前几天说的那家火锅，好不好？他记得你上周随口吐槽的工作烦恼，记得你说过一次想吃的店，记得你所有没说出口的情绪。你不用跟他解释我为什么会难过，不用跟他证明我其实很优秀，不用跟他掰扯我为什么这么做，他都懂，
这种懂不是因为他有多聪明，是因为他真的把你放在心上，真的有在认真观察你，认真倾听你。这个时代，大家都很忙，每个人都在忙着说自己的事，忙着表现自己，很少有人愿意停下来，认真去了解另一个人，肯把注意力花在你身上，肯去看见你的人，真的太稀有了。而这种被看见的感觉是非常非常养人的，因为你会知道你是被重视的，是被在乎的。你不用拼命证明自己的价值，不用刻意讨好，不用变成别人喜欢的样子，你本来的样子就已经被他看见了，就已经被他接纳了。跟这样的人在一起，你会越来越自信，越来越舒展。反过来说，如果一个人永远看不见你的付出，永远觉得你做得不够好，永远要你证明你对他的爱，那这个人一定不是忘你的人。跟他在一起，你只会越来越自卑，越来越自我怀疑，到最后你都会不喜欢你自己。记住，好的关系是你站在那里什么都不用做，他就看见你了，而不是你要跑着跳着费尽力气才能换来他的一个眼神。第9个，你敢在他面前露出脆弱，因为你知道他不会拿来攻击你。这个点我觉得是一段关系里最核心的东西。我们这一辈子遇见爱遇见性都不稀奇，稀奇的是遇见理解，遇见接纳。尤其是成年人的世界，每个人都在撑着，在职场要撑着专业，不能认输；在朋友面前要撑着体面，不能掉链子；在爸妈面前要撑着懂事，不能让他们担心。我们不敢说自己累，不敢说自己怕，不敢说自己做不到，因为我们知道，说出来可能会被嘲笑，可能会被看不起，可能会被别人当成把柄，等到吵架的时候拿出来戳你。但是在忘你的人面前，你不用撑，你可以说我这个项目搞砸了，我好难过。你可以说我最近好焦虑，我觉得自己好没用。你可以说我嫉妒那个同事，我觉得他根本没我厉害。你所有的负面情绪，所有的不堪，所有的小心思，都可以放心的说给他听。他不会骂你怎么这么脆弱，不会说你想太多，不会说你至于吗？更不会把这些话记下来，等到有矛盾的时候拿出来当武器攻击你。他会怎么做？他可能会递给你一杯热水，可能会拍拍你的背，可能会安静的陪你坐一会儿。他不会急着给你灌鸡汤，也不会急着教你怎么做，他只是接住你的情绪，告诉你没关系，我在这里。这种情绪上的安全感真的太宝贵了。心理学上有个说法叫安全基地，就是当你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在，你永远可以退回到他身边休息的时候，你反而会更有勇气去外面闯荡。因为你知道，就算输了，就算摔了，回头还有个人接着你，所以你会更勇敢，更敢尝试，自然也更容易成功。这就是忘你的人给你的底气。反过来说，如果一个人总是在你脆弱的时候说你矫情，说你想太多，甚至把你的脆弱当成笑话讲给别人听，赶快跑。这种人不仅不会忘你，还会把你拖进深渊。他会让你越来越不敢表达自己，越来越封闭，最后把所有情绪都憋在心里，迟早会憋出病来。记住，好的关系是让你敢于软弱，坏的关系是逼着你坚强。第10个，也是最残酷最准的一个判断标准，就算分开了，你也会因为它而变得更值钱。一段关系到底是忘你还是消耗你，有时候在一起的时候看不清，分开一次就全明白了。有些人跟你在一起的时候甜甜蜜蜜，各种体贴，但一分开，你整个人直接垮掉，自信心被磨没了，判断力被打乱了，朋友圈被隔离了，甚至钱包也被掏空了。你回头看，跟他在一起这几年，你什么都没得到，反而变得越来越差，还不如从前的自己。这就是折旧型的关系。这个人不仅没有忘你，还把你原本的价值都消耗掉了。而忘你的人啊，哪怕你们最后因为各种原因走散了，哪怕你们从此再也不联系了，你也会发现，
你从这段关系里收获了很多，你变得更敢谈钱了，更懂得边界感了，更会挑人了，甚至穿衣服的品味、说话的方式、处理问题的能力都变得更好了。他留给你的东西是谁都拿不走的，是长在你身上的，就算他走了，这些东西也会一直陪着你，让你以后的人生越走越顺。这才是真正的旺。就像有人说的，真正爱过你的人是就算走了也会在你身上镀一层金的人，让你以后无论走到哪里都闪闪发光。很多人觉得一段关系只要最后分开了就是失败的，根本不是。如果这段关系让你变成了更好的人，让你学会了怎么去爱，怎么去生活，那这段关系就是有意义的，那这个人就是你生命里的贵人。反过来说，如果一段关系把你变得越来越糟糕，越来越讨厌自己，哪怕你们最后没有分开，绑在一起一辈子，那也是一场灾难。所以啊，不要害怕分开，有时候分开其实是及时止损，是老天爷在救你，也不要遗憾错过。如果那个人真的忘过你，那他的出现就已经足够幸运了。讲完这10个特征，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个超级简单的自测方法，不用复杂的判断，不用仔细的观察，只要1分钟，你就能知道这个人到底忘不忘你。这个方法就是拍一张素颜原相机的照片，跟你认识他之前的照片对比一下，看看你是变好看了还是变丑了。我跟你说，这个测试超级准，100%准，因为人的状态是最骗不了人的。你内心快不快乐，能量足不足，全都会写在脸上。跟忘你的人在一起，你会越来越好看。不是说你突然变成了大美女、大帅哥，是你的气色会变好，眼神会有光，整个人看起来很舒展，很有元气。朋友见到你都会说，你最近状态很好耶，是不是有什么好事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心情好，内心踏实，不用内耗，不用焦虑，相由心生，这句话是真的。你的内心顺了，你的长相自然就会顺眼。反过来说，跟消耗你的人在一起，你会越来越丑，你会气色蜡黄，眼神涣散，脸上总是写着疲惫和怨气，明明才20几岁，看起来却像老了好几岁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每天都在生气，都在难过，都在内耗，你的能量都拿来跟对方拉扯了，根本没有多余的能量来滋养自己。长久下来，人当然会越来越憔悴。我看过太多这样的例子了。本来一个很阳光很开朗的人，谈了一场恋爱之后变得郁郁寡欢，整个人都缩起来了。本来一个很自信很有光芒的人，交了一个朋友之后变得越来越自卑，连说话都不敢大声，这就是被消耗了，被克到了。所以啊，不用去问别人这个人对你好不好，也不用自己骗自己说他其实对我还不错。拿出手机，打开原相机，拍一张照片，答案一目了然。身体永远是最诚实的，它会帮你筛选出所有对的人和错的人。最后，我想跟大家说一个最核心的真相，你有多忘他，他就有多忘你。很多人总是在找一个忘自己的人，找一个能带自己飞的贵人，但很少有人想过，你自己是不是一个忘别人的人。关系永远是相互的，能量永远是双向流动的，你不可能永远只索取不付出，也不可能永远只付出不索取。一个真正忘你的人，他一定也会觉得你是忘他的。你们在一起是1+1大于2的，两个人都变得越来越好，两个人的人生都在往上走，这才是最好的关系，而不是一个人拼命吸另一个人的能量，一个人拼命跑，另一个人拼命拖后腿。所以啊，与其到处找忘你的人，不如先把自己变成一个忘自己的人。当你自己能量足了，状态好了，你自然就会吸引来同样正向的人。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，就会遇到什么样的人，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。我常常说，最好的贵人永远是你自己。如果你自己每天都很负面，很消极，满嘴抱怨，就算给你一个顶级忘你的人，
你也留不住，因为你们的频率根本对不上。反过来说，如果你自己每天都很积极、很阳光、认真生活、努力成长，就算你暂时还没遇到那个旺你的人，你自己也会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。而且迟早有一天，你会遇到那个跟你同频的人，然后互相滋养，互相成就。到那时候你就会发现，原来最好的旺是两个人一起旺。最后给大家分享几个超级简单的自己旺自己的小方法，坚持做半个月，你就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状态变好了。第一个，远离消耗你的人，这个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。就像一杯清水，你不停往里面倒脏水，它永远都不会干净。你只有先把脏水倒出去，再加入干净的水，它才会慢慢变清澈。人也是一样，你先把那些消耗你的、负面的、总是泼你冷水的人请出你的生命里，不用跟他们翻脸，也不用跟他们争辩，只要慢慢疏远，保持距离就好。你会发现，光是远离这些人，你的状态就会好一大半。第二个，多跟大自然接触，没事的时候多去公园走一走，去爬山，去海边转转，晒晒太阳，吹吹风，看看树木花草。大自然的能量是最纯净的，也是最充足的。当你觉得很累很烦，能量很低的时候，不要窝在家里刷手机，越刷越焦虑，出去走半个小时，你会发现整个人都会清爽很多，能量也会慢慢回来。第三个，多做让自己有成就感的小事，比如说整理房间，比如说学做一道新菜，比如说看完一本书，比如说坚持运动1周。不要小看这些小事，每完成一件小事，你的自信心就会增加一点，你的掌控感就会增加一点。当你对生活越来越有掌控感的时候，你的能量自然就会越来越高。第四个，学会感恩。每天睡前花个3分钟，想想今天发生的3件好事，哪怕是今天天气很好，今天的午餐很好吃，今天路上有人对你笑了一下，都可以。感恩的力量真的很强大。当你越来越习惯去看生活里美好的东西，你就会越来越容易吸引到美好的东西。这不是心灵鸡汤，这是吸引力法则最基础的逻辑。你关注什么，就会吸引什么。你关注美好，就会吸引美好。你关注负面，就会吸引负面。就这么简单。最后再跟大家说几句，人这一辈子会遇到很多很多人，有的人是来给你上课的，有的人是来给你温暖的，有的人是来消耗你的，有的人是来成就你的。没有人会陪你走一辈子，但每一个出现在你生命里的人都有它的意义。遇到旺你的人就好好珍惜，互相滋养，遇不到也没关系。你自己先旺起来，先把自己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，对的人迟早会在路上遇见你。如果你身边有这样旺你的人，赶快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他，跟他说一声谢谢。如果你正在被某个人消耗，也别害怕，按赞这支影片，把能量拿回来。评论区可以跟我说说，你遇过最旺你的人是谁，或者你正在被哪种人消耗，我都会看的。如果大家喜欢这个主题，后续我还可以跟大家聊一聊，怎么辨别自己是不是被借运了，还有怎么把被别人借走的运气拿回来。感兴趣的话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后续的更新。我们下支影片见。